朋友们注意了，注意了啊！未来5年呢，将会有3种房子呢变得一文不值。内行人呢，现在已经开始动手了，已经开始抛售了。大家呢，如果说手里还有这种房子，然后看到我的视频的话，劝大家呢还是赶紧出手啊，不然呢，真的是后悔都来不及了，真的是肠子都要悔青了啊！看到视频的朋友一定记得点赞、转发、收藏给需要的一个朋友，一定要转发给自己身边的一个家人和朋友啊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给大家说一说到底是哪几种房子。那首先第一种房子呢，就是这种高层住宅。现在呢，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吐槽这种高层住宅，说未来的高层住宅呢，绝对是以后的一个贫民窟啊！不管你是300万买的、500万买的、800万买的，无论是多贵买的，买的是那种什么大平层、什么豪宅、什么江景房、海景房啊，以后呢，未来的这个超高层呢，绝对会成为一个贫民窟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这么说呢？因为就是这个超高层呢，有着各种有着多方面的一个硬伤，真的是不住的人完全是不知道的啊！真的，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买了武汉这边60多层的一个超高层住宅嘛，现在每天都是烦恼不断，真的是愁的头发都愁白了，卖也卖不出去啊！首先就是他跟我说呢，像他这种超高层住宅，这个等电梯的时间真的是特别的长，真的有时候呢，等这个电梯呢，能够等到人崩溃，每天呢上班都是迟到的。那第二点就是这个超高层住宅啊，它的维修难度特别的大啊！你看现在整个的消防云梯，它是不是只能够够到100多米？你万一发生火灾，万一停电，包括10年、20年之后，整个超高层住宅的一个外墙呢，都会出现那种破损破裂，到时候谁去维修，谁又敢维修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真的是住在这个超高层住宅里面呢，未来会有很多的一个担忧和忧虑。那第二类房产呢，就是那种小产权房，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什么各种公寓啊。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呢，可能在城市里面，特别是那些女性啊，单身的一个女性，特别是大龄剩女，她在城市里面呢，可能买个商品房，就是那种70年产权的，要付首付，包括后面的整个的还贷压力是特别的大的。所以说就干脆呢，高不成低不就，就选一个公寓吧。因为公寓呢，整体的这个面积呢可能会小一点，然后呢自己的一个首付包括自己的一个支出呢没有那么大，先买一个公寓，然后呢凑合着自己先住着看看行不行。如果说以后有机会了再去置换，然后呢就是选择这个小产权房之后呢，以后呢会变得越来越难卖啊，因为小产权房大家都知道只有40年的一个产权嘛。再加上呢，它的水电都是商水商电，以后自己的就是生活成本，包括支出的一个成本呢，会非常的高。水电费呢，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啊！特别是夏天开空调，一个月呢没有几千块钱的一个电费呢，根本就是打不住的，真的是要人命啊！以后呢，你想去卖这个房子，想去变现，想出手再去换新的一个房子，再去置换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性啊，因为基本上没有人愿意接手嘛。因为现在呢，就是开发商已经开出了很多新的一个公寓，你想一想。新开发的公寓呢，它都卖不出去，它都不好卖，你就更别说这种二手公寓了。二手公寓呢，在整个的贷款市场上面呢，在银行贷款上面呢，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，就是障碍重重啊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如果说想买房子的话，很多人呢千万不要去考虑这种小产权房，想卖那真的是卖不掉，甩都甩不掉啊，真的是劝大家啊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城市当中的老破小啊，因为很多人在买房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老破小呢？第一就是因为图便宜嘛，二手房嘛，可以选择的一个空间很多。第二呢，就是因为这个老破小呢，一般都是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的，周边的一个配套非常的齐全，再加上呢，有很多老破小呢都属于这个学区房，就是孩子呢以后上学会非常的方便，所以很多人呢就头脑发热选择了这个老破小。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点，就是老破小的房子呢，将来自己呢想要变现是真的非常难非常难啊。因为呢，现在新开发的这种商品房真的是层出不穷，一大堆的一个库存。也就是说，很多人呢，即使有刚需的一个需求，刚需的一个用户，他想去选择老破小的这个概率呢，也是非常的低。毕竟呢，居住的环境特别的恶劣，特别的差，而且呢，还有各种的漏水的隐患，各种要去维修的一个隐患，包括它相应的一个物业也跟不上配套嘛。然后根本就没有物业管理嘛，整个小区里面非常的乱，真的是让人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。再加上呢，现在银行呢对这个放贷、对房龄也是有要求的。你现在房龄在10年、20年往上的，银行呢根本就不会给你放贷，不给你放贷，那下一个接手的或者是想接盘的，有可能有买房需求的，人家呢就根本就没有办法买你的一个房子，你又怎么能套现呢？你又怎么能够卖得出去呢？所以说呢，咱们刚才说的这3种类型的一个房子，未来很有可能会变得一文不值。不知道大家对此都怎么看呢？大家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